每年在北海道2月份的时候，流冰就会随着洋流从俄罗斯来到了王走以及知床一带。因此在每年的2到3月左右，为了流冰而行驶的流冰物语号便会穿梭在川王本线的王走知床协理区间，也就是知床半岛一直到王走这一段路开始，就有 JR 列车流冰物语号开始运行这一段路线。它的重点就是呢，要看流冰。你看它门口啊都结冰了，为什么哪边不结冰，偏偏要结在门口啊？搞到我们有可能会滑倒，故意的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在出入口处常常都会有人员进出，那这个地方它就会温度比较高，所以就很容易把雪融化成水，水又天气冷结了冰，就很容易让很多要做流冰物语号的就在门口流冰呢，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现在就是了，最好的见证。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啊？平淡无奇的一个小车站，因为素雅，因为干净，因为整齐，因为这北海道地广人稀，所以它就出现了一种让人非常舒爽的感觉。再加上冬天白色的雪，还有只有2节车厢，所以你就知道这流冰物语号有多难订。其实北海道的价格落差很大，要看你走道南、道东、道北要走哪一个路线啊。所以北海道你也可以玩得很特别，这个只有2节车厢，你觉得它能够订多少人在这里面呢？所以这就是重点了。在这样子寒冷的冬天，在这样子的地方，如果我不搞一点特别的，那观光客怎么会来呢？所以流冰物语号之所以叫流冰物语号，不叫区间列车，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它可以看得到鄂霍次克海上面的流冰，所以它的车身设计也是一大亮点。有看到吗？蓝底印上知床连山，1节白底画着可爱的流冰天使，现在开过来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区间车。所以你看看同一条路线，日本人就是这么会包装，把另外一台车包装一下，上面还有流冰天使，有看到啊？你看啊，知床连山，这就是它的特色。然后呢，蓝底配上北海道这种白色的、蓝色的，全车都是自由座哦。但是有没有坐上那个没差？其实同一段列车啊，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讲过了，同一条的轨道上面，日本人就很会包装，会去包装一个流冰物语号。其实不做流冰物语号，一般的区间列车，你也可以欣赏到一样的景色。这就是日本人厉害的所在咯。沿路可以欣赏被流冰覆盖的鄂霍次克海，还有雪白的知床连山。有没有看到这一趟来真的是 lucky 到爆？为什么？因为要看到这些景色，真的都是老天赏脸。我常常告诉很多的人，旅游的心态要很正确。我觉得不要有那一种到处怀疑人家的心情，一点点旅游不好，然后你就开始要抱怨的，这种人多的是。但是其实啊，伤害到的都是自己啊。为什么？出去玩本是快乐，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不快乐呢？对不对？其实有时候生气啊、不高兴啊、吵架，你有发现吗？其实它不会解决事情，你只会越吵越气啊。所以换一个心态，换个不同的眼镜戴上去，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遇到天气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些流冰，有没有？然后呢，它其实呢，这个还会停上川王本线的一些特色车站，而且日本人是这样啊，他们对于古老的东西、有历史性的东西，他不会动不动给你拆掉，不管这个历史过去如何，
损坏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会尽量维持，把它维修好。这一点跟着欧洲人很像啊。所以北海道至今仍然留有不少的木造车站，窗王本线就是。随着我们坐上这个电车，行经一些特色车站，来看看这一条路线的迷人之处吧。北海道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分为道南、道央、道东，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活动。我们来到了王走，你知道王走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破冰船，而破冰船如果没有开，那开什么？其实在这里的鄂霍次克海，在夏天的时候，它有赏金团。所以冬天坐破冰船，夏天坐赏金船。那如果不是冬天或夏天呢，你一样可以坐船欣赏鄂霍次克海的美丽。现在我们就前往王走，要去坐破冰船。这也是冬天来到这么北的地方重要的景点之一。王走呢，因为流冰而出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监狱楼。那我们谈起了流冰呢，流冰会覆盖在王走周边的海面上，它就会将无数独特的这种野生动物啦，还有田园般的这种冬季美景带进了鄂霍次克海的海岸。很多的海上的生物，其实它也会跟随着这些流冰而来到了鄂霍次克海。流冰也带来丰富的食物，所以也有很多的鸟类。所以来到这边，除了观赏流冰之外，还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野生动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北海道北部的边境呢，这一些季节交换都可以为你带来日本最特别的景色之一。当然，如果除了景色之外，那吃的呢？日本最新鲜、最美味、最特别的海鲜，来到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品尝得到。而且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没有高级的饭店呢？因为你要想想看，在北海道的王走，您看看地图上它有多么的偏。在这个地方，其实反而它保有的是这边最淳朴的生活方式。其实旅游是这样，有时候你去大城市旅游，你去大城市观赏、去参观，你要看到的是，也许这个城市的进步还有现代化。但是如果你到了乡下，或者是到了有历史典故的地方，甚至你到了国家公园、森林等等，你怎么可以指望它还有高楼大厦呢？你怎么可以指望它还有现代化的设备？你当然就是道地的去体验它农村跟乡村的生活，甚至吃上农家菜，这才是旅游的本意嘛。有的人可能在这种认知上他不清楚，有可能他今天到了乡下，他会要求要有大城市的美味食物、现代化的科技。有时候这个真的，我觉得认知落差在旅游是会让你快乐跟不快乐的重点之一。如果你的认知是有的，你去之前就知道了啊，乡下当然就要有乡下的那一个味道，那你去的时候，你的心境就会调整好。所以我觉得旅游的认知
常常是让你旅游快乐不快乐的重点之一。希望所有爱好旅游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在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对这个地方的旅游有一定的认知。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车站，它是往走的车站，它叫做北滨车站 Kitawama Eki。 这一个车站它有名在哪？这么多车站，我偏偏要停在这么小小的车站，因为北滨车站 Kitawama Eki 它是最接近鄂霍次克海的车站，由北海道的旅客铁道所经营的，1924年就开始营运了。这个地方除了有美丽的景色之外，还有一个木造的车站。很大的重点，北海道有很多木造车站哦，他们都留下了最原始的木造车站。然后呢，在1984年，它改成了无人站，车站不大，但是呢，有大家喜欢的洗手间。它也是很多恋爱的人的打卡圣地。你想想看，两个恋人走到白色的世界里面，浪漫的不得了。因为天气冷嘛，所以我们就会手牵手。天气热，有时候再爱都不一定会手牵手啊。为什么？会流汗呢。那天气冷不会啊，大家就手牵手，这一牵的感情就来了，对不对？小 baby 就来了。所以它叫恋人的打卡圣地啊。在这种很漂亮的气候，很干净的空气，看着这美丽的景色，哇，极品极美，所以就被称为叫做恋人的打卡车站，也是北国的浪漫车站北滨车站。那在这一条路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的木造车站。那些木造车站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历史嘛，很有意义啊。不是所有的车站呢都要打掉重练啊，不是所有的车站呢都要一直盖一直盖啊。盖一个车站是要钱的，有时候这车站虽然旧了，但是维护的好，整修的好，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也会变成一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呢，历史遗迹哎。所以有时候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新就好。那日本他们现在越来越在乎这一种古老的东西，它不一定要有400-500年，有时候40-50年、50-60年，他们会慢慢的去维护它，希望把它维护得很好。其实它这样子既保有了历史感，也不会花更多的钱，不然你动不动就花那么多钱，政府拿那么多钱啊？你看看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是就在沃克茨克海的旁边，而且是个无人车站。无人车站就是没有票务人员啊。它也是日本离海最近的车站之一，它离的海就是鄂霍次克海，所以在现在很有名啊。以前啊，很多的电影都会来这边取景啊。除了电车行驶之外，虽然是无人车站，这里面还有复古小食堂，而且那种感觉很棒啊，用餐很舒服啊。在这种冷冷的地方，有一个暖暖的食堂。虽然小小的，这个餐点也还不错吃，所以就变成了很多观光客一定要来的北滨车站的特色。看到的是窗帘山，有吗？超美。
我们来破冰吧。破冰船是一种专门用来破碎海面上的冰层，为船只开辟航道的勤务船。虽然现在我们把这些勤务船呢变成了观光船，但是我们要了解破冰船在设计跟其他普通的船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它不是一般的船只就可以做的，它要拥有一个坚固的船头，船身要短又很宽，它不是大艘船就可以了。而船身的侧面跟底部呢，还配备了2层厚厚坚固的外壳，才可以破冰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坚硬的钢材质做成，厚度要很厚，船身不是很长，在低温跟高载运荷的环境底下，拥有很好的抗断裂性。破冰船一般有2种破冰的方式啊。当冰层不超过 1.5 米后，就采用连续性破冰法。那主要靠螺旋桨的力量，还有船头把这个冰层劈开撞碎。冰层后呢，就采用重力破冰法，让船冲上冰面，用船体巨大的重量把下面的冰层就把它压碎掉。这就是破冰船的原理喽。
来北海道还有很多玩法，也在冬天的时候，它的玩法呢，包含了冰钓，包含了破冰，包含了溜冰，包含了冰潜，要在冰上骑马都可以啊，只是怕连马都会滑倒啊。但是真有这个行程，还有你知道还有那个烤鱿鱼列车啊，会使当电车顶管航流戏啊，那多棒的一种活动方式，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到了阿寒湖啊。阿寒湖夏天冬天两样情啊，不跟你讲，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湖啊，冷度要够啊。那因为它是湖嘛，它密度啊没有像海水啊这么高，所以它结冰速度就比较快。工作人员每年到了冬季测一测，那它可以上去走了，就叫大家上去。所以通常在冬天，如果你不是当地人，根本分不清哪一条是路啊，哪一条是河啊，就走来走去。冬天还好啊，最怕的就是冬天要结束，要进入春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要留意了，不然就会不小心在阿寒湖就冰潜了啊，就走溜冰了啊，没小心的落下去。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川路，要到阿寒湖这个地方，在阿寒湖做什么呢？当然呢，就是来阿寒湖从事冰钓跟从事水上摩托车，这个时候就叫冰上摩托车。你看，那每天还告诉你冰有多厚啊！这个日本人做事真的很多的 detail 啊，很多的小细节啊，都重视的很好。来吧，要戴安全帽啊，这个不然会罚钱，不是啦，是安全啊。那大家就骑上去，骑这个雪上摩托车啊，要有一点技巧啊，不然很容易就把它搞坏掉。而且这种雪上摩托车啊，其实很安全，因为你冷链啊，你看，所以好好听人家讲。就可以骑骑摩托车来过瘾了，那也不怕飙车主啊？为什么？因为我都压沟了呢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还不错。你看每一个人一对一对的，不错，对不对啊？那如果一个人去呢？这就棒了啊！一个人去就要配对啊，我爱红娘啊，就开始了。我爱红娘，好像显露出我的年纪了。多久老公老婆没有抱在一起了？趁这个时候啊，来寒冷的地方就能够增加感情啊，对不对啊？普通时候很少这么亲密的抱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单身的那也没有关系，好久没有抱到人了，对不对？可以趁这个时候熊抱一下也不错啊，搞不好这抱一抱呢就擦出爱的火花。难怪北海道常常会有很多的东西都加上恋人2个字啊，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来到寒冷的地方，就特别容易感情升温啊，因为太冷了，你没有升温了，不够热情，对吧？其实我以前曾经有想过来办这种完全都是单身的，但是想一想就算了，因为这个也不知道反应会是怎么样啊。但是无论如何来到寒冷的地方，你就好好的去 enjoy， 去享受这个雪国带来的很多的刺激感的活动，不用担心，真的很多人呢都很怕冷啊。其实你想想看呢，有什么好怕冷的啦？对不对？穿厚一点就好了嘛，是不是呢？太冷就躲到车上有暖气嘛。这就是我觉得要去体验的地方，除非你真的有那种心血管疾病完全没有办法太冷，不然我真的觉得我们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多方尝试，让自己在旅游上面得到非常大的满足。很多的梦想就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去完成它。我觉得冬天就是要来到冷的地方，要去下雪的地方，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雪地雪国的快感。
摄影的人员啊，多么的努力啊，努力的坐在这个香蕉上面啊，在冰上这样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要用香蕉啊，而不是用苹果啊、用芭乐、用西瓜啊？因为圆的啊不好做啊，一定要长长的。那香蕉又很显眼啊，香蕉长度也够长，要不然用苦瓜也不好做，对不对啊？香蕉船啊，一般在水上跑，看看我们现在啊，就在雪地上跑。分我们吃哦，我炸给你吃。要去钓鱼了，钓个美人鱼，钓鱼啊！你这个动，我也来，先小板凳放下来。我的自己坑头拍坑弯呢。来，自己坑安尼，好啊，自己坑安尼。你说，你看看每一间房间，一开始不知道还有温室嘞，对不对？种草莓还种什么？那日本人多贴心啊，怕你冷到啊，还帮你做一个棚啊，这个棚子里面让你在那边钓鱼啊，那不是钓虾场啊，让你在里面呢不会感受到什么太冷了，而且太阳太大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太晒啊。有时候你在雪地的时候，你不要看雪地没什么，那个太阳的反射有时候很强啊。你去的时候认为说哇好凉哦，温度好低哦，没什么，回来比去夏威夷晒的还黑啊，因为那紫外线很强啊。有时候不知道啊，回来的时候奇怪怎么会晒那么黑啊？跟老婆讲说，我明明去北海道玩，老婆还不相信呢。你明明就跑去夏威夷玩呢，其实是因为雪地的那个反射太强了。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厉害啊，他们在这种设计上面设计得非常好啊，就反正贴心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你也不用怕太冷。喜欢吗？看了有没有心痒痒的啊？其实北海道冬天可以玩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就看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来5天，来6天，来7天，10天都 OK 啊。那台湾很多日本的团通常都是以5天为一个基准了。那最主要是因为5天是很多人上班请假最方便的啊，然后再加上呢，航空公司常常做的配套旅游行程，也就是5天了。但其实我觉得日本其实可以玩更长天数一点哦，感觉真的就是很棒啊！而且近几年来，慢慢的旅游，它的行程方式跟特色也不太一样了。以前旅游可能单纯的只有一个景点，但近年来旅游的形态开始变咯，有时候旅游要很特殊啊，才会有人想去；有时候旅游还要定点啊，还要有够享受啊，才会有人去。有的旅游变成不能太赶了，以前那种光你知道，就排一堆一整天从早拉到晚的，很多人越来越不喜欢了。
反而喜欢在一个点慢慢玩就好，还要留给他们自由时间。而现在更多的旅游行程是要给予自由活动啊？为什么？不要每次到了一个景点，想买个东西，想逛个街都没有办法。而慢慢的，旅游也越来越多享受之旅，小包团啊，自己7、8个人啊，3、4个人啊，一家子啊，特殊规划啊，秘境啊，专去没有人去过的啊，或是观光客很少的啊，还有就是专门去住饭店。以前最有名专去住饭店的，就是去中东的杜拜去住他的帆船饭店。现在这一股风气在疫情过后也慢慢延伸到很多地方去了哦，尤其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饭店就是托马姆星野度假集团。来到北海道，很多人就会指明想要去星野度假集团他所经营的饭店来去住上一晚。星野在台湾也有分店啊，当然它有一点在地化了啊。而真正比较 local 的，比较能够体验到当地真正星野精神的，那你还是要来到日本。现在我们这一趟旅游就带着大家去托马姆星野度假集团度假饭店。这饭店呢不便宜啊！我告诉你哦，住这种星野度假村啊，有时候住上一晚啊，可能就要到一般北海道便宜团费的1/2到2/3了。住上2个晚上啊，有时候都还超过一般比较便宜的北海道的团费了。所以来住星野享受一下也不错。有的人呢自己小包团来的，还会住个3、4天呢，甚至在这里
滑雪啊，感觉真的很棒哦。所以去过北海道吗？来过北海道吗？来过的，其实北海道有很多种玩法，可以再来看看，再来体会看看，尤其是在冬天的北海道，另有一番的风味。我们这次的北海道非常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现在就在新野度假村来使用我们的自助式晚餐哦。